2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会上，中方宣布决定对波兰公民实施15日单方面免签政策，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就是劝和促谈、政治解决。中方反对一些人借口中俄正常贸易转移矛盾，抹黑中国。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习近平指出，波兰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今年是中波建交75周年。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方愿同波方一道，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秉持建交初心，赓续传统友好，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向更高水平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习近平强调，中波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历风雨，关键是双方都能够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持独立自主发展双边友好关系。双方要继续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交流互鉴的中波友谊内核，理解和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所做的努力，共同反对冷战思维、阵营对抗，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要用好中波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平台，加强各领域合作的战略协调和统筹规划，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保障和推进中欧班列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强贸易、农业、数字经济、绿色产业、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习近平指出，中方欢迎更多优质波兰农食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支持扩大双向投资，希望波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决定对波兰公民实施15日单方面免签政策。中方愿同波兰等国一道，促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可持续发展，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杜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波兰意味着巨大发展机遇。同中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有力促进了波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波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波兰投资。波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波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明年上半年，波兰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波方愿为推动欧盟同中国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继续促进中东欧国家同中国合作。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就是劝和促谈、政治解决。当前应努力避免冲突扩大激化，努力推动局势降温，努力创造和谈条件。这符合包括欧洲在内的国际社会利益。中方反对一些人借口中俄正常贸易转移矛盾，抹黑中国。中方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中方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关于经贸、农业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共和国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 （2024 至2027年）。会谈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杜达和夫人阿加塔举行欢迎仪式。杜达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波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21响礼炮。杜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杜达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近日，美国又出台一项针对中国的拟议新规，将限制和监督美国实体在人工智能等敏感技术领域向中国投资。同时，美财长耶伦还为拜登政府近期宣布的对华加征关税进行辩护。24号，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反复强调无意对华脱钩，却打压中国产业正常发展，中方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美国财政部21号发布一项拟议规则制定通知，这份12页的规则草案明确规定，
凡是对下一代军事、情报、监控或网络能力至关重要的、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技术的境外投资，都需要受到限制。具体包括禁止美国实体参与涉及某些技术和产品的某些交易，要求美国实体向财政部通报涉及某些技术和产品的某些其他交易。而该限制的重点领域集中在半导体和微电子技术、量子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尽管这项通知的标题隐晦地写着解决美国在关注国家对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但正文里则明确将中国列为关注对象。据悉，这份拟议规则针对公众意见的征询截止日期为8月4号。美媒预测，年底前财政部将正式实施相关法规。事实上，该规则是拜登政府去年8月发布的对外投资令的细化规定，意味着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限制。路透社分析，出台新规的目的是阻止美国资金帮助中国在这些领域发展，而违反规定的人可能受到刑事和民事处罚，并且投资可能会被取消。对此，中国商务部24号应询表示，美方反复强调无意对华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但却执意发布拟议规则，限制美方企业对华投资，打压中国产业正常发展。这是典型的泛化国家安全做法，违背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影响中美两国企业正常经贸合作，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将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商务部发言人称，美方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取消对华投资限制，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我们并不否认美国高小院高墙会对中国的发展构成影响，但是呢，美方这种做法呢，恐怕会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还是重视中国，在中美关系处理的过程当中一再强调，并不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但在现在呢，很显然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从现在来看，当美国在中美关系当中制造麻烦的时候，同时也是给自己的对外政策制造更多的阻碍。就在美国财政部发布新规前夕，美财长耶伦在宣布有关芬太尼行动的记者会上，为拜登政府近期宣布的对某些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进行辩护，称此举是高度战略性的，并再次炒作所谓产能过剩论。So the tariffs that we put in place against China, I do believe, are highly strategic. They're targeted at areas that China is investing very heavily in, like electric batteries, solar panels, and other things related to clean energy and to some extent to semiconductor. 耶伦还辩称，拜登政府旨在解决美国国内的经济担忧，不希望美国企业破产或增加失业人员。在被问及拜登政府对华加征关税时，为何没有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对华关税，耶伦颠倒黑白地称，因为中国没有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还顺带批评特朗普有关关税的新提议。此前，特朗普提议对美国所有的进口产品普遍加征10%的关税，对中国产品加征的税率则会更高。It would affect all of our trade partners and all of our trade, and I believe that is a substantial enough program that it would both raise costs to consumers broadly on all the imports they buy and harm American businesses, many of whom rely on imported goods for their supply chains. It would significantly raise their costs. 商务部此前回应称，美方无视国际经贸规则，执意保留并提高对华301关税，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不符合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南海局势持续升温之际，菲律宾防长24号再放话称，菲方将继续执行所谓南海补给任务。而此前一天，菲总统马克思对军方公开讲话称，无意煽动战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发出此番言论，同时还不忘颁发勋章，怂恿菲军继续履行职责。菲方近期对南海局势看似矛盾的言行动作背后，究竟有何真实目的？来看看报道。据路透社24号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当天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菲律宾方面仍将继续向仁爱礁执行所谓补给任务，并否认了菲方正在淡化这一事件的说法。
It was not a misunderstanding or an accident. We are not downplaying the incident. It was an aggressive and illegal use of force. 外界注意到，这是菲律宾方面在17号非法闯入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后首次做出强硬表态。此前，包括非总统在内的菲方高层均对该事件采用较为模糊的言辞，被外界认为是意在淡化事件，避免局势走向失控。当日，菲律宾一艘运补船和2艘快艇未经中方允许擅闯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企图向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包括建筑材料在内的物资。中国海警依法对菲方船只采取必要管控措施，首次登船检查作业。中国海警称，在仁爱礁出现船只相撞情况，菲方称有8人受伤。据多家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3号，总统马科斯到访了位于巴拉望岛的非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部，与约80名士兵进行交谈。期间，他称赞非军人表现英勇，怂恿他们继续履行职责。同时，他也公开表示，菲律宾无意挑起战争，想以和平方式解决所有争端，引发外界关注。彭博社的报道注意到，马克思在讲话中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而是向参与运补任务的人员颁发了奖章。这显示出当天参与强闯仁爱礁的非军士兵或超过80人。报道称，马克思特别向事件中受伤的海军士兵法昆多授予了拉普拉普坎皮兰勋章，其余士兵则获得拉普拉普卡马吉勋章。法昆多被指在17号的中方执法行动中拇指折断。公开资料显示，拉普拉普勋章源于菲律宾传奇酋长拉普拉普的名字，其因在马克坦战役中击败麦哲伦而成为菲律宾独立的象征，而坎皮兰的名字则源于拉普拉普使用的长剑。外界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菲方多次以所谓运送补给为借口强闯中方仁爱礁邻近海域。中方多次指出，菲方实际上一直在向其非法坐滩军舰运送建筑材料。本月20号，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坐实了菲方这一企图。该报道援引6位知情人士的话称，非军方参与了执行加固非法坐滩军舰的任务，秘密加固了这一破旧军舰，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媒体曾透露，此次行动由非武装部队西部军区主导，特种作战大队也参与其中。按照此前菲方说法，总部位于巴拉望岛的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设立目的就是监视南海，设立之初就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列入其所谓防区内。我们观察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的言行呢，我想始终心里一定要有数，那就是他说话的第一的目标或者对象是美国，是国际社会，是菲律宾的民众。他说菲律宾不会挑起战争，跟之前他在相会上面说，他的那次发怒一样，都是在说给美国听的，并不是说他在南海方向他就要放弃这种挑衅，放弃这种抹黑行动。第二呢，他说这个继续要怂恿菲方呢继续在南海制造事端。我想呢，这个呢主要是说给菲律宾民众听的，想继续呢刺激非国内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好继续维持他的这种作为总统的支持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菲涉海争议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如果菲方真的愿意依照国际法行事，首先就应当遵循确定菲律宾领土范围的，包括1898年美西和平条约等条约的规定，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敦促菲方停止侵权挑衅，停止误导国际社会。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再次就中菲近期的海上摩擦发表了严正立场。我注意到，菲律宾是群岛国家，中国南沙群岛和黄岩岛并不在上述条约规定的非领土范围之内。而针对菲方派遣船只妄图强闯仁爱礁的做法，发言人林健此前就已对此事作出明确回应。有关做法明显加剧海上紧张局势，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并将继续依法坚决维护自身主权权益。与此同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马德雷商号的现状也备受外界关注。根据此前多方拍摄的视频分析，外界猜测菲方在坐滩军舰上可能住有12人，并通过渔船、非法清闯等方式暗中轮换船上人员。日前有报道指出，长达25年的坐滩正让这艘破旧军舰变成毒舰，船上人员的生活灰水以及舰体锈蚀产生的重金属污染，
正在破坏周边海洋环境。还有观察指，从近期公布的画面显示，菲方正为马德雷山号喷涂高浓度防污涂料，以防止舰体进一步锈蚀。该涂料被证实会释放大量有毒物质，令海洋生物体内的细胞、组织等出现病变和异化。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的南海策略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舆论战正在被开辟为另一条重要战线。有分析指出，菲律宾正企图在国际舆论场上营造中方以大欺小的形象。在近期多次非法侵闯中，菲方不断通过所谓现场视频、照片编造故事，以展现其悲情形象。不过，其企图抢先争夺舆论阵地的策略均被中方及时发布执法视频挫败。近日，路透社独家爆料称，美军曾在菲律宾开展秘密网络行动，通过疑似社交机器人账号在海外社交媒体炒作抹黑中国疫苗，引发外界多种猜测。有消息人士指，目前已有数名非议员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在本周提交决议，推动调查美军是否存在秘密宣传行动。这些议员中就包括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姐姐，非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伊美马克思。此前，伊美马克思曾多次公开指责弟弟马克思政府的南海政策。最近一次于今年4月，他发表公开声明警告称，菲律宾在美国的怂恿下正在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此次疫苗风波中，他再次将矛头指向美国。公众号玉渊谈天日前还进一步披露，当时参与炒作的疑似社交机器人账号也出现在了最近的南海话题里。我从之前扒出来炒作南海的社交账号里识别到了2008个疑似社交机器人的账号，占比大约是19%。研究社交机器人的朋友告诉我，这个研究比例足以在社交媒体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大选选情。投放这样规模的社交机器人账号到南海话题的炒作里，这背后到底是谁在操盘？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最典型的一种认知作战，通过渲染虚假叙事来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这是美方在煽动颜色革命或者进行其他的所谓的秘密行动的时候所惯用的一种招数。近段时间，美国政客勾连岛内赖清德当局，反复在确立一个中国原则国际法地位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上做文章，妄图为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实际上，对于美台此等勾连，就连岛内舆论也质疑这种行为究竟会有多大成效。值得注意的是，日前公布的重磅涉台司法文件就强调，将严惩台独顽固分子，特别是针对其与外部势力勾结谋独行径，依法从重处罚。这也是对试图打台湾牌、干涉中国内政的外部势力的严正警告。本月21号，美国国务院2名国务卿助理帮办低调窜台，出席所谓国际组织议题工作阶层会议。会议中，美方代表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就所谓反击联合国大会2758决议文进行讨论。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双方就拓展台湾所谓参与国际组织的空间交换意见。美方表达愿由美国驻外管处与台湾驻外机构合作，一同针对2758决议文重申所谓立场，站稳共同阵线。但基于所谓默契，台方并未透露2名美方官员的姓名。1971年第26届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没有资格加入。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处理。显然呢，在开会期间以及呢相关的沟通当中，涉及到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的现任的官员与台方的外事部门的领导之间的这种沟通是有官方的性质，那么还有其他国家加入，包括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代表也参与到会议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会看到美国虚化一个中国原则，在这个一个中国原则方面呢，有更多的负面的动向，中方是必然要做出反应的，是不可能听之任之的。近段时间，美国一些人反反复复在联大第2758号决议上做文章，鼓吹支持台湾地区参加联合国会议和活动，充分暴露其藐视历史和用心险恶。4月29号，
美国务院东亚局助理国务卿邦办兼中国事务协调员兰默克指称，中国曲解联大2758号决议，目的是在国际社会孤立台湾，限制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其他国际组织。在兰默克发表言论的第二天，美国务院亚太事务主卿康达就在一场美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将兰默克的说法原封不动再叙述了一次。5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严厉驳斥兰默克的言论，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对历史的篡改、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践踏，强调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打台湾牌必然撞到南墙，支持台独必将引火上身。同月10号，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举行吹风会，就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阐明中方4点立场。第一，一个中国原则清清楚楚，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联合国系统始终遵循联大第2758号决议，秉持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第三，国际社会普遍遵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完整准确落实一个中国原则。第四，美国必须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我们要正告美国，对于联大第2758号决议，美国只有严格遵守的义务，没有任意曲解的资格，更没有肆意妄为的特权。时候涉及到台湾所谓的国际空间问题，表面上来看是美国在支持台独势力，但更深层次的是，美国现在针对中国整体的这种围堵的态势，阻止中国的祖国统一进程，在尝试舆论战方面的一些新的动向。事实上，2758号决议通过以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台湾问题上均遵循一个中国原则。联合国官方文件对台湾的称谓均为中国台湾省。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办公室出具的法律意见强调，联合国认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台湾当局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而55年前，当美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同时宣布了与台湾当局断交，其遵循的也是2758号决议。对于此次台美工作阶层会议，台湾媒体认为，这可能是观察赖清德当局在外事上是否会把2758号决议法律战当作是拓展外事主战场的重要指标。台湾联合报引述专家观点认为，美方希望借此反制中国大陆，但是否有效，还要看美方愿意用多少力道来落实相关做法。台湾政治大学研究员严振声也说，美方虽然表现出积极态度，但并未在联合国正式提案中挑战相关论述，有必要确认美国是否真心希望借此拓展台湾所谓国际空间，还是只是作为对抗中国大陆的工具？还有分析认为，以中国大陆目前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不会因如何诠释2758号决议的攻防战而变得更宽广。涉及到联大2758号决议，显然呢，美国西方是有一些紧张。那同时，对于台独势力来说，也认为自己现在处于劣势。从台方的角度来说，未来希望所谓拓展国际空间，希望呢能够这个绕开大陆方面，能够找到一些所谓的捷径和路径，来加入到一些国际组织，参与一些活动。那么现在呢，仍然在进行尝试。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看到2758号决议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试图虚化掏空这个决议，在这个一个中国原则上来做一些文章，进而呢为自己铺路，也成为了一种危险的尝试。值得关注的是，赖清德抛出台独自白，大搞台独爆冲刚满1个月，大陆即亮出司法成毒的利剑，而其中就包括了打击台独顽固分子，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分裂行径。6月21号，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就规定，通过推动台湾加入仅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或者对外进行官方往来、军事联系等方式，图谋在国际社会制造2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将以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2庭庭长马岩表示，这一情形主要针对的是台独顽固分子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分裂行径。2021年11月和2022年8月，
大陆先后把10人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其中可能涉及以外谋独的有2人，就是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以及时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央视国际锐评的分析强调，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根本原因在于，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严惩台独顽固分子，特别是针对其与外部势力勾结谋独行径，依法从重处罚，也是对试图打台湾牌、干涉中国内政的外部势力的严正警告。微信公众号日月谈天也引述社科院台湾问题专家的分析称，严惩以外谋独高度吻合当前台海形势，台独对外勾连是威胁台海和平的最大乱源，必须从重处理。而岛内舆论也强调，长期对美勾连的台独顽固分子萧美琴，尤其要好好掂量掂量。2位美国务院副驻青近日被揭窜访台湾，出席所谓国际组织议题工作阶层会议。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呢？这次会议释放哪些危险信号？我们这个会议啊，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和关注啊，因为我们知道，首先第一个所谓的这种对于联大2758号决议，近一段时期以来，我看到美国方面包括台湾的台独势力，那么这一系列的攻击，它实际上有很强的一个联动和协同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我们知道美方近期所不断去升级加码的论述，那么它的一个论述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岛内独派长期对美的一系列的政治公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台这样一个所谓的以官方的形式啊，以这样一个较高的工作层级来把这2种试图去挺独反华的一种政策论述啊，有这样一个可能会叠加放大的效应。一方面啊，这样一些台独的新的一些主张就有可能会直接传递到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圈层之中。那么另外一方面反过来，美国政府如何去运用这样一张牌来去想要去进行进一步操作的相关的一个部署呢，也会去传达到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个行动上。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勾连的态势，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双方的这样一种从理念上、从工作上行动上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更强的一个协同和放大的效应。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关于这个会议它所触及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未来双方要去布局的一个重点，一方面是美台之间围绕这样一个议题的更紧密的勾连。有可能会去升级抛出一些新的论述或者说论据来去支撑美台此前就这个问题所做出的一些曲解和谬误。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会议，它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美国也纠集了20多个所谓的与台湾、美国这样一些理念相近的伙伴国家。那么美方就直截了当的在这样一个场合对这些国家那么去讲所谓的美方对于这样一个2758号决议它的一个曲解这样一种谬误的看法。那么这是美方的观点，那么也去要求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与这个美方去保持对台的一个政策立场的一致。那么包括说所谓的2758号决议没有提到的事情，那么都是这些国家可以不限制的去与台湾所发展的关系，或者说支持台湾在国际上要去谋求所谓的空间等等。那么这样一个动向也是值得我们去高度关注的。美方近来涉台动作不断，从大肆军售到频繁互动，您对此是如何看的？美方是在加力打台湾牌吗？当然，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就是的确，美方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当做一张牌来打。所以说，现在美方并没有完全的去冲上一线试图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与中方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对撞式的对抗。那么现在美方更多的是想要去第一釜底抽薪式的去拆解、去质疑去解构中方对于国际一中原则相关的法理方面的这样一些基础和建构不管是针对于联大的权威，还是对于中方的主张，那么美方都在处处去提出一些这种掣肘式的这样一些质疑也好、挑战也好。那么总之就是形成这样一种反对的舆论，但是呢，他又并没有真的去通过包括所谓的挑起提案等等这样一些方式来真正的去实质的推动所谓的台湾入联那么他并没有去做到这样一步，那么也显示美国现在这种动作还是颇为收敛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策略呢，就是试图去
动员所谓的盟友伙伴来去结盟去挺台的这样一个国际参与一种所谓的这个去主张扩大这样一个2758号决议不涉台湾、不涉及所谓台湾主权定位的这样一种造势。那么再换句话说，美国就像把自己去扮演为一个所谓的挺台遏华的这种所谓的总指挥一个包工头。那么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试图去撬动更多的杠杆，让更多的国家让他的这种所谓的盟友伙伴来去分担这样一种遏华的一些风险和成本，那么他来从中去坐收渔利，这也是美国一贯以来的这样一种战略的思维。那么他一定是要以维护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国家利益为最核心。那么第三点，我们应当看到的是，我们注意到就是特朗普阵营近期所发表的一些对于未来的外交政策的想定之中，那么其中包括这个更有力的所谓的挺台，以及更进一步的与中方去进行这种规范方面包括国际法、国际规则、法理方面的这些对冲竞争那么这一点也正在会成为美国现在看起来这样一个左右两党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的这样一个政治的共识。那么如果说假如共和党在今年的美国选举中获胜上台的话，那么他将在这个问题上投入可能会更大的一个正面对抗的制衡的力道。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事情。